输了。你小子有天赋，又肯努力，这才跟我学了几年而已啊，就能过招，已经不错了。老爷子，明天就要去海城上学了。好啊，那是我跟你爷爷见面的地方。小子，啥时候有这打算呀？海城证交所成立的哪一年？混小子，你骗鬼呢！1990年，你还是个5岁的小萝卜头。嘿，老爷子，这你都知道啊？你爷爷临死前给我去了一封信，让我替他来教你读书做人。既然你要去海城，那我就替你爷爷送你一件上学的礼物，省得我死的时候下去，你爷骂我没教好你。收下吧。谢谢老爷子。你爷爷啊，经常念叨过一句话：人必有所持，方能有所成。希望你呀，能够谨记呀。我会记着的。赶快收拾东西去吧。哎。看来只能用奶奶买多个铺票了。可是叔你没事，今天特殊，走。来让一下，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豹子还没上车啊？我刚给他发了短信，告诉他我们在这一车厢。不过，我估计这小子是进不来了。不一定啊，这小子聪明着呢。从航程开往海城方向的Z1744列车即将发车，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尽快上车。老板，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。魏峰，下去看看，看看谁这么不要命。是。
近日，我市龙头企业金海集团以17亿美元成功收购海外某汽车公司100%股权。据悉，此次并购的成交额为金海集团成立10年内最大数额。我来金海已经5年了，金海的每个部门我都待过，从最小的职位做起，我走到了现在。这5年来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公司给我灌注的信心、勇气和希望。金海是温暖的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以我是金海人而感到自豪。但是如果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我定会麦城设宴以厚之。谢谢。各位朋友，还有后边的媒体朋友们，我在这儿呢，只说一句：我们金海呢，资金实力相当雄厚，想发大财的话，尽快跟我们合作。本台消息。金海集团成立10周年庆典仪式今日召开，全国工商联多位企业家出席。金海集团董事长赵鑫公开向业界发出合作邀请，获得现场热烈响应。我叫郑红雄，赵鑫，给我记住了。我们金海呢，资金实力相当雄厚，想发大财的话，尽快跟我合作。清明年出狱了吧？出来了。去北京机票买了吗？买了。张三金，这一年过得太舒服了吧？但北城的事儿不能碰。齐凤年
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齐武夫的弟弟，也是不复存在的齐氏企业的二当家。论起来，齐家对赵鑫可谓是知遇之恩，可谁曾想，狼子野心，正是这个赵鑫将齐家兄弟送入监狱，然后以低价收购齐氏产业，害齐武夫病死狱中。赵三金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出来弄死你！10年里，齐凤年每一天都在想如何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，但他不曾料到的是，哥哥的独生女齐冬草竟被赵鑫收养在膝下，认贼作父。对方看见我就跑了。嗯？老板，要不我带人去排查一下？哼，不用。啊，那个8两应该已经上火车了。这样，你通知郭青牛，让他立刻去海城。徐振宏那边已经把他打点好了。是。冬草，你在老宅子见过他吧？见过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就说要忘记过去，开始一段新生活。哦，他还说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你不吃醋啊？随他去吧。确实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金海实业的继承人空降海城，哼，该有人坐不住喽。纳兰长生，10年前北城商战里齐武夫的手下败将，曾费尽心机想从齐氏产业旗下夺回失地，不料想机关算尽，却是为他赵鑫枉作嫁衣。心有不甘的纳兰长生不得已转行谋生，而曾经的弟子陈洪雄的出现，又让他的心中再次燃起欲望的火苗。在这儿等我。师傅，弟子来给您请安。师傅，弟子来给您请安。我这儿停业，不接客了。师傅，我这次来是为了当年北城的事儿。我找到一个人。他说他可以扳倒赵三金。这个人叫齐凤年。
因果报应，因果报应啊！师傅，其实赵三金没有那么可怕，金海五虎将也没有那么和谐。您看，王厚德是个职业经理人，从底层员工一路打拼到今天，身上冠着打工皇帝的名声。一个有欲望的人，怎么甘心一直趋于赵鑫之下？再说傅放，别人都说他是空有其表的花花架子，但是师傅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您想当初赵鑫把一直跟着自己白手起家的4元老辞退，偏偏把他留了下来，此人绝不简单。而这么一个不简单的人，真的情愿留在金海实业担任一个虚职？黄瑞阳，赵鑫现任老婆的弟弟，多少人私下里戳他脊梁骨，说他是裙带上尉，真凭裙带上尉也就罢了，偏偏赵鑫更倚重前小舅子赵大彪，谁看不出来这小子心里不服气？祁东草，您想，他爹祁武夫就是因为赵鑫死的，就算他当时再小不记事儿，现在亲叔叔祁凤年出狱，不怕他想不起来。徐振宏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对您两面三刀，恩将仇报，是走投无路才到赵鑫身边的。有这些前史在，赵鑫怎么可能完全信任他？他们两人之间怎么可能没有隔阂？再加上您在赵鑫身边安插的资源，师傅，扳倒赵鑫，我觉得我没有问题。你进来吧。我的徒弟已经到海城了吧？快到了。你就这么放心，把他放在了海城？叔，我前些日子吧，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，这会上呢，有个母亲给她孩子讲了个童话故事。她说年轻的时候啊，要经历一些风花雪月，要经历一些挫折和故事。做只癞蛤蟆，穷是穷了点儿，生活艰辛了点儿，但保不齐锻炼出一些品质来，你说是吧？你这算是穷养儿啊！这些年啊，我是直接的、间接的让他受点苦，可这是他自己选的。他不像我年轻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没有办法，我能活着就不错了。好一个选择，好一个活着。东草那姑娘呢？啊，我让她去北城了。你放心她去？放心，她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能不信吗？再说金海安稳了10几年了，闹一闹也是个好事儿。总会有人让真相浮出水面的。叔，我这都是给8两铺路，你说我这当爹的容易吗？老话说得好啊，人呐，就是越老越不要脸呀。你输了。哎，我怎么没注意到啊？叔，能缓一步不？你还看是吧？
被父亲赵鑫放养长大的赵甲第，有一个萦绕了他10几年的梦魇。每一次想起，都仍会觉得胸口隐隐作痛。少年时期，赵甲第曾与另一位姐姐王后遭遇了绑架。比起胸口的伤疤，更让赵甲第痛苦的是那时的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至亲之人。绑架事件后，赵甲第一直苦练拳脚功夫。可无论他如何成长，这梦魇依旧如幽灵一般，游荡在他的内心深处。看来有人现在嫌我日子过得太好了。喂，大哥，八两去海城上学了，你帮我照看一下他。你是纳兰长生的人吗？是不是？我不是他的人，我就是他身边养的一条狗。我问你个问题，我是你的敌人，可你为什么帮敌人报警啊？我知道你是谁，而且我也知道，这事估计成不了，所以我就报警了。你最好跟我说实话，实话比假话还假，你要听吗？说。孩子太小了，我下不了手。我说实话，你又不信。孩子太小，你下不了手，可是你还是做了呀。狗也得活着吧？我给你一个当人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
我有的选。干了总归回来，这就是命吗？你们是没睡还是刚醒啊？这不马上到大城市了吗？急躁，睡不着。干啥呀？我怕你一会儿出了火车站饿死街头。这是我跟麻雀能凑出来的600块钱闲钱，拿着。其他的就不给你了啊！不许再扎金花。说，不用，我在海上有哥们有路子的，我用不着你那钱。得了吧你，那都是些酒肉朋友，平时酒桌上打屁的时候，一个个人五人六的。真出什么事儿，酒肉朋友一个都靠不住。拿着吧。我不是说你那些朋友不好，咱们以前在唐城，那是大家知根知底，能交到一些靠谱的朋友。既然咱们选择来了海城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那就要多留一点心眼。这越大的城市啊，聚集的欲望就越多。被欲望蒙住了眼睛的人，做事儿比什么都狠。哎，叔的意思让你别对陌生人那么掏心掏肺，机灵点儿，不然肯定吃亏。拿着吧。拿着，我包子要是混不出个人模狗样，俺都是孙子。打！那大老爷们玩什么煽情啊？钱收好啊！真没钱了，回来找我。大不了就跟我吃食堂，龙虾没有，红烧肉管够。不丢人。哎。对了，叔，那个杨萍萍说谢思那个丫头考到了海城外国语，都过去了。你这过了，我这还没过呢。可惜不在一个大学城，要不今儿就得让他。我说已经过去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不就是失恋被人给甩了吗？我被赵三金连着抛弃了3次，1没哭，2没闹，3没上吊的，屁大个事。等到了海城，大娟，你就踏踏实实在学校里学习，至于 boss， 混着吧，别死了残了就行。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我，我想要摆脱，摆脱你懂吗？
我是单亲家庭，我妈身体又不好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你这样的小屁孩玩情感游戏。贾弟，如果我衣食无忧，不用为明天发愁，我也想一直保持你喜欢的样子。想好了。旅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！本次列车已经到达终点站海城站，请各位乘客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有序下车。说，你说豹子会混得好吗？他没问题。走了。喂，喂，赵雅弟吗？赵董让我过来接你，我就在你附近。不用，我一会儿坐公交过去。那赵三金不会为难你，放心吧。赵甲弟，有点意思。哎，叔，豹子，赵三金派了个司机，就是那大明星陈黄飞，体尊大菩萨，我可供不起。那还是自力更生的好。不过叔，你还是给赵三金发个短信报个平安吧。不用。走。在这阳光明媚、秋高气爽的美好季节，我们又迎来了一批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的新生。哎，好巧啊！你也考进这学校啦？是啊。哎，你是哪个？没跟我说啊。是他的系的。谢谢姐姐。我先找我们系的报道，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社团啊？小佳。真大！是不是啊？哎，宿舍楼在这儿。好，赵同学，欢迎你啊。313在左面。哎，站住！你看看你脚底下是你干的吧？啊，对不起啊。你站这边来。啊。你也是这个寝室的新生哦。啊。刚刚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叫李峰，本地人。我叫赵甲弟，唐城人。那我，啊，没有，先把脚踩干净点吧。行。大爷您好，我是313寝室的新生马小跳，这是我的报到单。哎，小弟啊，你之前来过海城啊？没来过。我知道好多好吃的，到时候带你去吃啊。你们好，我叫马小跳，这是我班小班。叔叔阿姨好，我叫李峰。我叫赵甲弟。行了妈，你不是说还约着人吗？这你先拿着，我和你爸要去见一下老同学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知道了，回吧。走了。你们熟络熟络感情啊，我们先走了啊。我班，爱操心。兄弟，你们已经被我沈大元帅包围了。
鄙人姓沈，名翰，沈汉的沈，沈汉的汉，北城爷们儿一条啊！以后大家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，多多关照。我叫李峰，马跳，赵甲地。没想到我们宿舍几个人这么快就聚齐了。未来4年，大家多多关照，哎，多多关照，哎，哎，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喝晚了，直接拿瓶喝得了。哎，哥几个，我们进了313这个门，大家呢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哎，李峰，你可不像本地人，人家都说本地人排外，你老实交代啊，你到底是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？我呀是特别纯的本地人，那你呢？干嘛考到这来呀？大城市哎，我这种小地方来的，谁不想到大城市见识见识啊？我妈从小就告诉我，说儿子，你呢好好学习，以后到大城市去上大学，争取一辈子留在那儿。真羡慕你啊！你本地人羡慕人家什么呀？我也想出去看看呀，可是我爸妈呢，他们就告诉我哪儿都比不上海城。哎，我还就不信了。你爸妈这话也有道理啊。我来海城的原因就因为这里什么都有，反正我爸妈也不期望我能有什么大出息，混个几年会继承家业。那咋地呢？啊，我爷爷以前在海城生活过，我小时候给我讲了特别多海城的事儿，所以你就考到海城来上大学了？差不多吧。小时候我就总觉着得来海城看一看。后来我爷爷去世以后，这想法跟个执念似的。我们不聊这个啊，来，喝一个吧。哎，认识哥几个真好，干一个吧！来。313宿舍违规使用电磁炉，没收工具，通报批评。英语呢，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，是拓展我们的思维、增进我们对世界了解的必要工具。想要成为新时代里优秀的国家人才，国际视野是必不可少的。你们班的人数好像不太对吧？我的课有那么无聊吗？不无聊。那我可要点名了。还点吧，傻子才不来呢。就是。曹丽萍到，夏季到，李峰到，马小跳到，潘晓丹到，沈汉到，赵甲地赵甲地。好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。我问一下，我有。老师，我叫李峰。然后你刚刚课上讲的这些，你刚刚说什么倒装又什么的，就真的不太很奇怪。你说是倒装，但我觉得这个不需要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我才好奇，咱有一家回来了，要我们去那儿了。我去，哥弟，给我打的呀？哈，哇，兄弟，你说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嗨，吃吧。你这么的，明天我给你打饭，后天我请你下馆子。啊，姐弟，你吃了没啊？啊，我没吃，能给你打。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贾弟，你今天英语课怎么没去上？好，英语老师说要带来上课的同学呀，去看英文电影。你没去看看太可惜了。哦，他最后啊还点名了，你呀有麻烦喽。一年轻老师也没什么钱，人长这么好看，还这么大方，真是赞。老师，哎，还不知道一事。这英语课对我来说就是催眠曲，点名就点名呗。学生不要了？这也太牛了！演技也太好了吧？这不考表演系啊？就是，开学第一天你就不去上课，你这，
太厉害了！我跟你讲，英语课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催命曲啊！太一样，我跟你讲，我高考就是英语没考好，我就60分，差不多意思。来，哥几个等一下。咱们导员。喂，赵甲弟，来趟教务处。好。怎么样？让我去趟教务处。完了。还笑呢，兄弟，一路走好啊！朋友，再见啊！你说他这开学第一天这事儿没事吧？应该不好办。这不是缺堂课吗？怎么去教务处了？扣分呗，谈话呗。开学第一天哪能不去上课呀？就是。主任，我觉得贾弟这孩子吧，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吧，要不然怎么可能第一节课就逃课呢？同学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这学生手册上都写着，无故旷课，那是影响学分的。而且你以为这学生手册写出来让你们遵守，那是在故意为难你们学生吗？那是为你们好。老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不光要学习上课时候的内容，那下课了，那还要躲在路灯底下去看书的。家长辛辛苦苦把你们送到学校来，不是让你们逃课的，那是希望你们在走向社会前，在这学校里多汲取一些知识，避免以后在社会上走弯路。老校长，您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刚开完会，随便转转。好，我们在做学生的思想工作。哎，您先坐会儿。这个学生怎么了？我也听听。这是我们系的赵甲弟同学，第一天就逃课。赵甲弟呀，是不是那个高考英语不及格，总成绩却拿了570分的同学呀？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到我们这个学校里来委屈了？没有。我怎么觉得这是在向老师表明，我赵甲弟是个天才，不得已才来了这儿，学校应该给予我特权，区别对待呢？理科是你的强项，这不假，但试卷总归是试卷，你就是全考成满分，就能证明你是栋梁之才了吗？人才，人才，人在才前。你说教育培养我们的是什么呀？教育培养我们的是思维的提升方法，能悟到这一层，才是我们在人才堆里竞争的基础嘛。你觉得我们国家缺少自以为聪明的人吗？我们缺少的是肯下苦功的普通人。两位老师先去忙自己的工作吧，正好这会儿我有空，我和这位同学聊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坐下。坐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是不能理解，曾经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时期，咱们也出过偏科于某一领域，却在其他领域大放异彩的先例。有位为咱们国家奠定了数学、物理基础的老先生，高考时呢，那也是严重偏科文史，理科呢十分薄弱。可后来呢，9·18事变，他立志要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大炮，硬是把自己不擅长的事变成了最擅长的事。你回去好好想想。不用想，我有信心，也能做到。初生牛犊，好，好，好，回去吧。哎，展弟回来了，我刚还跟沈汉商量怎么分割你那点财产。出事了？
我这床上最值钱的就这床铺，那用了5、6年的 IBM， 谁想用就拿走吧。出啥事儿了？说出来，哥几个想想办法。你不会真因为这事儿被开除了吧？疯了，就不痛不痒的训了我一出。后来校长来了，就把我给放了。不是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妈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，当年你对老陈家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好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您出事之后，没有一个人管？你在这医院躺了这么多年，陈家那些长辈们，对当年您受伤的事闭口不谈啊！我想不明白吗？我问过他们，我求过他们，我甚至我放弃了。我想明白了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咱们的。咱们只能自己管自己。妈，你放心，老儿子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病床上白躺这么多年的。启用年到了吗？到了。好，走，让我们去会会这个启丰年。先生您好，您来点什么？啊，我们这儿有农家鱼、客家酿豆腐、干锅啤酒鸭。叫陈国忠赶紧出来！好嘞。哎，可以呀，陈红兄，你这么玩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！说呀，你找我来干什么？谈合作有意向吗？你觉得呢？漂亮，难怪人家都说要和聪明人共事。赵鑫是咱们共同的目标，想拔根儿，得先松土。身列金海五虎的黄瑞阳，不是一直想独占北城分公司吗？这样，我呢是希望齐先生能下个套。这套怎么下，您看着办，这个您在行。把分公司老大赵大彪赶出局的事儿，可能不牵动总部。
你不是想见外甥女吗？时机正好。那你呢？松土嘛，肯定得从外围开始。徐振宏你知道吧？这哥们儿以前就是我师傅手底下一条会咬人的狗而已，谁能想到，这些年越升越高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金海的准继承人偏偏跑到海城来上学。当年徐振宏绑架赵三金他儿子的事儿，没人敢说出来，那我就帮他说出来。齐老哥，我万事俱备，只差你这股东风。这是奶奶家传的镯子，冬草啊，往后不管你是不是赵家的孙媳妇儿，你都是奶奶的孙女儿。来，奶奶呀，不能陪你们一辈子，将来这个家就靠你们了。放心吧，奶奶。自从赵鑫把祁东草领回家后，一直视若己出。要说父爱的缺失，两个孩子倒是同病相怜。祁东草与赵甲地青梅竹马，不知不觉间便生成了超越定义的深厚情感。为赵甲地，祁东草能付出一切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那英国的帅哥老帅了，那身材，那大长腿，可帅了！快，喝，庆祝一下。你去了就别回来。不回来了。王后，赵鑫收养的另一个无人照料的孩子，这个看起来没心没肺的疯丫头，却和祁东草一样，为了那个没有血缘之亲的、爱哭鼻子的小男孩，可以不管不顾。喂，祁东草，你别忘记答应我的话。我不会忘的。你要是敢让八两受伤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奶奶在我面前唠叨了一天。要是不太晚的话，给我们回个电话啊。平安抵达，万物挂念，明早回电。平安。赵甲地的母亲赵商红，一个人大着肚子，等待一场延误了8年的婚礼；一个人操持家事，等待一个为人夫，
为人子的男人回归。可这个男人心里装得下一切，独独装不下她。赵山虎的葬礼上，赵鑫身边站着另一个女人。那一刻，他突然就醒了。这个家，儿媳守不住。就这样，赵商红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生活30多年的故土，只身奔赴异国他乡。平安。哥，给你打1天电话你都没接，祝你大学生活幸福美满。后妈黄芳菲带给赵甲弟的，除了母亲的离去，还有一个名叫赵彦歌的弟弟。无法将愤怒展现给赵鑫的赵甲弟，曾将这个弟弟视为自己遭遇的罪魁祸首。但内心一直被保护的完整的赵彦歌，最终用自己的纯粹与童真，敲开了赵甲弟的心门。哥哥，你别哭。过往的伤痛总是缠绕着你，可我们总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人生的。希望这不是逃避，而是开启新的生活。